你说过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你怎么把我一个人留下就离开了？华郎，华郎，嫣儿，人死不能复生，你要保重好身体，不然我这偌大的侯府可怎么办啊？伯母，伯母，独子死了，婆母比我更痛苦，却还来安慰我。事后我定要好好侍奉婆母。我没死啊！我堂堂御兽老祖竟然穿越了！薛华，嫣儿，你这是穿成那本极品勾行了你的小暗卫了！这老钱婆可真会演，真像死了儿子一样。大小姐是不知道，这薛华呀是为了和外室私奔，假死脱身，将空壳的侯府和多病的老钱婆留给他照顾呢。谁在说话？还说华郎没死？华郎，没有呼吸。不愧是国公府的大小姐，还知道检查鼻息和脉搏。没有脉搏？难道刚才是我癔症了？可薛华服了假死药，是检查不出来的。但哪有死了快1个时辰了，尸体还温着的。华郎，真是假死！这个渣男，假死脱身就算了，还把外室的孩子说是旁枝过继的，让大小姐养，自己和外室拿着大小姐的钱在外面潇洒，真是够够的。什么？薛华有孩子？这怎么可能？嫣儿呀，华儿已经走了，不能就这样断了香火。我想从旁枝过继一个孩子给你，你看可好？一切遵循婆母的意思。婆母，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您先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呢。你也别太伤心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大小姐呀，还是太天真了，就这么被骗过去了。唉，你真猛啊！不是死了吗？被打，脸还会肿，还会出血啊！打得真使劲啊！来人！大小姐，不愧是国公府嫡女，居然能发现薛华假死。不过他就要养外室生的那个白眼狼了。10年后，小白眼狼为了自己生母，给他下毒。他死后，薛华立马复活，娶了那个外室，所有的嫁妆也全便宜了侯府。他被报复，还栽赃国公府，害得国公府抄家流放。什么？我会被那个白眼狼害死，还害得我镇国公府抄家流放？我刚才听到的就是他的心声了。你叫什么名字？属下没有名字，暗卫营331号，原主是孤儿，在苏家暗卫营长大，对苏家忠心耿耿。我堂堂上届御书宗宗主，遭人算计，靠本命兽团团用上千年修为保住神魂才穿过来。团团是世间唯一的暗夜吞金兽，需要吞噬金银来修复我和团团的神魂。唉，先想办法赚钱修复神魂吧。御兽宗，这就是哥哥给我的新暗卫。暗卫营是按武功高低排名的，他这么靠后。这样吧，从今天起，你跟在我身边当一个大丫鬟，赐名吉祥。吉祥？我还如意呢，还不如叫招财。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有喜欢的，你也可以自己取。真的吗？
那叫陆真真如何？可谢大小姐。大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呀！这薛华假死，如今我该怎么办？这还用问啊？要是我，就把假死变成真死不就好了吗？反正大家都知道薛华死了，杀人都不用偿目。这小丫头行事狠辣，虽对我脾气，可要弄死薛华，还是得再确认一下。按大小姐这恋爱脑，肯定舍不得薛华真死。主子行事，小的不敢妄言。你心里可不是这么说的。今天晚上你就守在灵堂，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过来告诉我。怎么还要干盯梢的活啊？又没有小钱钱。大小姐，真真现在是你的贴身丫鬟，要贴身保护你。今晚就辛苦你了，这个镯子赏你的。谢大小姐，有这金镯，可以暂时为下团团了。大小姐人美又大方，又香又软，我今晚一定要让你看清薛华这渣男的真面目。小丫头还是个贪财的，也好。团团恢复一点，我也能勉强用点法力了。正好盯梢累了，召唤灵兽试试。帮我盯好棺材里这个人，有动静立马叫我。遵命。秋娘，华了。薛华，你骗得我好狠呐！你这脸是怎么了？没事，我出来就这样了，可能是吃了加子药吧。行了，都这个时候了，还卿卿我我呢。好好的国公府嫡女不要，和这么个外室搅和，搞出这些事情。都安排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封关当晚就开棺，把你送出去。船也准备好了，你们两个连夜去锦州。娘，苏宁烟在锦州有几个嫁妆铺子，你到时候务必想办法给我要回来，好让我和婉秋在那边生活。再额外每月给我1000两银子。还有念华，你让念华去当嫡长子，再凭借侯府和镇国公府的势力和资源，定能官运亨通。他会答应吗？会的，就凭他对我深爱如故。如果到时他不答应，娘，你就说我当时是如何深爱他的，我保证他立马答应。爹娘，你们放心，等我功成名就时，一定弄死苏宁烟这个贱人，接你们回来，一起孝敬祖母。原来陆真真说的都是真的。薛华，这些年全靠我的嫁妆养着整个宁远侯府，你却这么对我。亲眼看见了，大小姐这恋爱脑该醒醒了吧？真真，我要薛华死得透的不能再透。大小姐，我是贴身保护，这杀人，是另外的价格。这个都给我，我就帮你杀了他。好，我都给你。就知道大小姐又美又大方，有了这些金银，团团应该又能恢复一点了，就能多召唤点灵兽了吧？
你这是真死，用不着假死药，太浪费了。让你直接死了，也太便宜你这渣男了。这样吧，我不收钱，麻烦点儿，让毒虫蛇蚁潜入你的4肢经脉，封你口舌，再算好时间，让你醒过来，亲眼看着自己被封棺活埋，不能动又不能言，然后一点一点被蛇虫鼠蚁啃食殆尽。费的经验还是太少了，我和团团的生活都只恢复了1点，刚刚只是御史些这些毒虫，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还是得尽快多找些金银喂团团，让他早点恢复神魂。花郎，你就安心的走吧，我会替你照顾好整个侯府，还有婆母的。薛华，既然你想死不想活，我就让你死得透透。我呢，会好好养着你那个野种，让他玩物丧志，和老钱婆离心，和你心爱的女人反目成仇，如何啊？再送他一个淫荡的生母，和杀死祖母的后半生。至于我呢，就再找一个赘婿，生个孩子继承侯府，如何？早点封官，才能早点把华儿送走。花郎，燕儿呀，你也别太伤心了，让华儿早点入土为安吧。来人，封官！苏宁烟的嫁妆果然丰厚，宁远侯府空成这样了，老夫人随便找个理由就从他铺子里支出这么多银票，这还只是给我和华郎暂时落脚用的。听说他锦州那几个嫁妆铺子都是日进斗金，等到了我手里，哇，苏宁烟所有嫁妆还有整个宁远侯府都是我们母子的。年华，都怪那个苏宁烟，爹娘才不得已抛下你。等你成为了宁远侯府的嫡长孙，你就是宁远侯府唯一的血脉，到时候整个宁远侯府都是你的。娘，你放心，等我功成名就，一定弄死苏宁烟这个贱人，接回你，让你成为宁远侯府真正的侯夫人。真是娘的好儿子，只有这样，我和你爹才能放心离开。等华儿醒后，就立马送他走。有够每个月就从苏宁烟的嫁妆铺子里拿些银钱给他送去。东西已经给晚秋了，马车就停在角门外。只要念华记在苏宁烟名下，等他死后，
他所有嫁妆都归我侯府，华儿这招假死也称得上妙啊！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开棺！这里面有动静，不会是诈尸吧？莫非是侯爷提前醒了？世上无鬼神，赶紧开棺！万一侯爷提前醒了，在棺中梦出事来可怎么办呀？快点，快点开棺！老夫人，这里面不会有鬼吧？里面一直有声响。我还没死，闹什么鬼？赶紧开棺！一人10两银子，再敢拖延，把你们一个个全部打死！彭嬷嬷，快点，快点，快点！这些没用的东西！住手！住手！冯嬷嬷，大半夜你在这撬华郎的棺，是想让他死后不得安宁，还是想偷盗这棺中的陪葬品？珍珍，把这易主的老奴给我拿下！我花了2粒灵丹，让那贪心的小灵鼠守了大半夜了，就怕你们不来。慢着，是我让他开棺的。母亲，这华郎才刚入关，岂能开棺？这不是扰得他不得安宁吗？妍儿，我只是想让华儿再看我最后一眼。伯母，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多看一眼，就多一份留念，让华郎也放不下你。他走得如何安生啊？我还是送你回府休息吧。还有你们也都回去吧，别扰了华郎安宁。走。老夫人，妍儿，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华儿想看我最后一眼，就开棺看看吧。华儿，我的儿啊！婆母，我知道你记挂华郎，可华郎他英年早逝，又是无辜枉死，现在贸然开棺，只怕生出什么事端来，对整个宁远侯府不利啊！华儿已经醒了，再不开棺，得活生生闷死！放肆！竟敢如此污蔑华儿，居心何在？冯嬷嬷，开棺！听到没有？快开棺！谁敢开棺？谁敢开棺？婆母，不能开啊！你现在开棺，就会让华郎死不瞑目啊！现在要开棺，也得看时辰吧。万一没开好，真的会诈尸。这棺材本来就……苏宁燕，你这是不想让我们母子再看最后一眼，你就是不孝！婆母，我这是为了华郎，为了整个宁远侯府，这棺开不得，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华儿真的要出事了！冯嬷嬷，开棺了！这棺中有异象，我不是华郎诈尸了，不能开，不能开！苏宁燕，你再敢阻拦，我就去金銮殿告你！不敬婆婆！来人，开棺！快点开棺！给我住手！大小姐，我知道你都是为了侯府，为了侯爷，可是这是老夫人的主意，你就让开吧！我的小姐，你命好苦啊！快点开，开棺有喜啊！快开啊！这都过去半炷香了，再这么磨磨蹭蹭下去，华儿就真活不成了。快点，拿斧头给我劈开！母亲，这劈开棺木是要让华郎死无定所吗？这棺中有异象，不是华郎诈尸了，就是有其他的东西，这棺开不得，开不得啊！母亲，你给我闭嘴！快点，快点，拿斧头劈开！快点！小姐，这棺莫非是闹鬼了？我怕。珍珍别怕，快开啊！快！
快点，快点，把否则劈开，开棺！不要！这是什么东西啊？大小姐，这是什么？怎么从棺里爬出来？我好害怕啊！快赶走呀！赶走呀！快赶走啊！花儿，我的儿！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从宫里拿的假死药啊！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这怎么回事啊？老夫人，一定是苏宁烟暗中使了坏，肯定是他，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毒蛇虫蚁？苏宁烟，什么？华郎是假死？苏宁烟，花儿死了，是不是你？是不是？看看，这才是情真意切的悲痛啊！渣男求锤得锤，求死得死，我还不让他白死。他这样的蛇蝎心肠，就该喂毒虫。婆母，这华郎为何会假死啊？是您亲自下令封的官，你为何要这样毁华郎啊？还往他的棺里放了这么多的毒虫，你是要他死后也在棺中被这些毒虫啃咬，死后也不得安生。看着老钱婆有苦难言、有冤难诉的憋屈样，真的是好爽。老夫人，婆母，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不然你让这偌大的宁远侯府该怎么办？可是华郎为何假死呀？对，就这样，用他的台词阴阳他，恶心死这黑心肠的老钱婆。真真这丫头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不过确实舒爽。老夫人，一切以大局为重啊！华儿的死已成定局，可慢慢查，先稳住苏宁烟，确保燕华的嫡长子身份。燕儿，我刚刚是太过想念华儿，说了胡话，哪有什么假死呀？婆母，我知道的，我都知道的。怎么能就这样收场？也得人到齐啊，才热闹啊！还有谁？华郎，是谁在叫华郎啊？是他，就是他！华郎的外室坏秋娘，薛华为他搞了假死脱身私奔这一出，现在假死变真死，怎么也得叫秋娘亲自来验证这奇迹时刻。我特意让人传了消息，催他来的。真真这事办得实在漂亮，我倒要看看老太婆怎么遮掩这外室的身份。不能让他进来，万一被苏宁烟看破，念华这辈子都要背着外世子的身份。角门那边来消息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大胆，敢在华儿灵堂前大声喧哗！不得不佩服这老钱婆的狠劲儿，刚看着儿子惨死，还能稳得住。不心狠手辣，怎么会想出让我和镇国公府给他们养外世子，利用完了再一杯毒药送走我，吞掉我嫁妆的黑心主意？你是何人啊？为何我在这府中从来没有见过你？大小姐，他半夜挎着个包袱，还说要去角门，肯定想偷东西。我没有，我不是，老夫人，我是来给我……住嘴！
她是我新买入府的奶娘，还不懂规矩，我会慢慢调教她的。这么多钱，直接说是偷的，打死这外室一了百了。就这么死了，就太便宜他。我要让他和那个外世子互相折磨。既然是婆母府中的人，那我便不再追究了。只不过这包裹里的东西，就先扣下了。走吧，珍珍。是。哼。哎呀，老夫人，那包裹里都是你给我和华郎的银票，他现在全拿走了，我和华郎以后怎么办啊？要不是因为你，我的华儿也不会死。什么？华郎真的死了？老夫人，老夫人，一定是苏宁烟那个贱人害得华郎这般惨死，你一定要为我和年华做主，他可是华郎唯一的血脉了。等华儿出殡，就把念华记在苏宁烟名下，你就当他的奶娘，跟着一起入府。奶娘？那岂不是下人？夫人，我不想去，不想去！若不是念在你是念华的生，我就应该把你放在棺材，给华儿陪葬。老钱婆，等念华成了宁远侯府的主人，到时还不赶紧滚去看念华！是。老夫人，身体要紧啊！我的儿啊，若不是因为这个贱人装假死，请婚我的儿啊！大小姐，这包袱你打算怎么办？里面好多钱啊，有来位团团多好。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这包裹里的东西都少你了。真的吗？谢谢大小姐。嘿，大小姐真的是人美心善，出手阔绰，我最爱大小姐了。那接下来大小姐打算怎么办？要我说呀，刚才就该趁机弄死那个晚秋，以绝后患。等到薛华出殡，我就回趟镇国公府，再商议后事。想吞并我镇国公府，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本事了。唉，薛华那死渣男，终于入土为安，安生了。哼。燕儿，大哥，回来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也看开一些。母亲还在等你，快接进去吧。这就是镇国公府世子苏南辰吗？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记得今晚有人来暗杀他。这么凶，哼！本来打算提醒他一下的，算了，反正那刺客水平不行，没得手，我一个月5两银子的小安慰，保护好人美心善的大小姐就行了。大哥，今晚小心些。好，快些给母亲请安去吧。看燕儿这样子，应该也听到那丫头的心声了。可这丫头什么来路，得让人查一查了。母亲，燕儿，母亲，燕儿，你受苦了。既然薛华已经死了，你就离开宁远侯府啊！你还年轻，母亲再给你寻个良婿。母亲，宁远侯府，宁远侯府。七
欺人太甚！这个宁远侯府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欺辱我镇国公府嫡女，还假死脱身，和外室私奔。嫣儿，合理，必须合理呀！对，赶紧离呀！虽说薛华现在是真死了，可那老钱婆肯定要让大小姐养那个白眼狼私生子。等她吸着大小姐和镇国公府的血，考取功名，当上状元，就在娶妻成婚的当天，亲手给大小姐奉上一杯毒酒，送她归西，霸占大小姐所有嫁妆。怕镇国公府报复，伪造通敌卖国的书信，导致镇国公府抄家流放。哼，宁远侯府这一家子，从老到小，心都黑透了，还是远离的好。嘘，珍珍，你先下去吧，我与母亲还有些体己话要说。是，大小姐。母亲，方才你听到的便是那小丫头陆珍珍的心声。这一次，我之所以能应对薛华假死，都是因为听到了她的心声，才抢占先机。一个假死，用娘子的嫁妆养外室子；一个谋划，毒害侯府主母。这个宁远侯府，好得很呐！嫣儿，这件事情不能就此罢休，我们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不是让你养孩子吗？你就养。母亲，您的意思是让我先稳住他们，再伺机给他们致命一击？今晚正如那丫头所说，有暗杀吗？这都快天亮了。好，果真来了。火影，留活口。是。世子，全是嘴里藏毒的死士，身上没有任何线索。那丫头竟能未卜先知，可莫影查过，她就是暗卫营排到300多号的小暗卫。查，本世子倒是要知道，到底是谁的手，居然伸得这么长。是。母亲。昨天晚上儿子遭遇了刺杀，我已让莫影去查那幕后之人。全是死士，怎么查得出？我虽然知道，就不知道莫首领愿不愿意花银子买消息。哦，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其他的事情安排莫影去办。陆珍珍，你就替我去查查刺杀之事吧。哼，他这是不给钱就让我办事，没门！人美心善的大小姐肯定不忍心看着我这样的小可爱被欺负的。大小姐，珍珍是你的贴身丫鬟，不想离开你。大哥，现在珍珍可是我的人。今日之内找到幕后之人，赏金10两。10两黄金！如果我偷偷睡一觉，再告诉他幕后主使是二皇子，岂不是白赚10两金子？属下愿意为世子效劳。10两黄金，这丫头就被大哥骗走了。二皇子，他与我镇国公府一向交好，为何突然对我下手？可是大哥，
真真的先生从未出过错。老大，你去查一下二皇子的事。至于这个真真，那是老天对我们的垂怜。我们苏家能得这样一个活宝贝啊，我们都得善待他。是。老大，你再派一些兵力助嫣儿应对宁远侯府，想将我们镇国公府敲骨吸髓。那要看看鹿死谁手了。苏氏，你身为侯府主母，华儿尸骨未寒，你夜不归宿，成何体统？婆母息怒，嫣儿不过是为国公府报丧，太过悲痛，这才……够了，伤心事休要再提。今日叫你来，是为一件大事。这老钱婆就是特意找个由头发作，好压大小姐。嫣儿，这华儿一走，我宁远侯府不能断了香火。我已从旁支过继一个孩子，名唤念华，就记在你名下，做你的嫡子，日后就是我宁远侯府的嫡长孙，交由你抚养。念华，惦念薛华啊！切，直接把外世子冠上嫡长孙的名号，还让正妻当冤大头养。大小姐可千万别糊涂，这要硬了，10年后亲手灌你毒药。是，婆母说的对，侯府的香火不能断。大小姐不会真抽风答应了吧？算了，实在不行，我晚上直接灭了侯府满门，以我的本事，保证全部死得悄无声息。只是，只是什么？只是这孩子要记在我名下，自然是要找一个与我合得来的，不然日日相对，岂不互相折磨？儿媳想亲自挑选一个我喜欢的孩子。哎呀，大小姐这一招以退为进，不错不错。我就说嘛，国公府嫡女怎么会蠢？斩了渣男，战斗力飙升啊！若不是听了真真的心声，我还一直以为薛华深爱我。胡闹！念华是我和祖朗精心挑选的孩子，生辰八字与我侯府气运相合，与你也相合，岂是你说换就能换的？人我已经接来了，你就安心做母亲，好好教养便是。切，这是演都不演，直接用强压了。婆母如此执着于这个念华，莫不是这孩子本就是夫君的亲骨肉？亦是薛华在外养的外室所出。放肆！大小姐干得漂亮，撕破脸皮的直求，看着老太婆还怎么装。难得这丫头夸我。不，我不能的。苏宁烟，华儿尸骨未寒，你就这么作践他的名声？当初他为了娶你，在祠堂跪了3天3夜，你就是这么毁他的深情吗？老太婆真会演，什么在祠堂跪了3天3夜？那3天她都跟那外室在嘿嘿嘿。这个叫念华的孩子就是那时怀上的，大小姐不会这就感动了吧？哎呀，还是晚上灭了侯府满门算了。哼！什么？居然还有这么一出？婆母，您这是何出此言啊？陛下以孝治国，我若是与那孩子不亲，让他背上个不孝的名义，那他日后如何可考？没了前程，这侯府又如何兴旺啊？得不偿失啊！若是让嫣儿亲自挑选一个合眼缘的孩子，嫣儿必定会全心尽力的倾心教导，兴旺侯府。婆母，嫣儿也是为整个侯府考虑啊。大小姐这招釜底抽薪，漂亮！
这老太婆接下来是不是要直接开骂了？念华可是我的亲孙子，华儿唯一的血脉，怎么能换掉？罢了，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是我心急了。那便依你便是，只是念华这孩子，我已接过来，生辰八字与我侯府气运相合，断没有送回去的道理。这样吧，我允许你挑一个孩子，念华就记在你名下，承袭我侯府嫡长孙之位。我也累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是，儿媳退下了。哎呀，老夫人呐，你不能让苏宁燕她再另选一个孩子呀！她要另选一个，那念华咋整啊？你想锤死我？要不是因为你，华儿会死；要不是因为你冲进灵堂，她会起疑。滚过去，给我足足跪4个时辰，给华儿守灵。死老太婆，总有一天我要锤死你！我家大小姐这气质，这颜值，仙女下凡呀！不过看大小姐这样子，是另有成算，还是我跟她说灭了侯府满门？这个你拿着，待会儿你去暗卫营给我挑选一个5、6岁的男孩子，要头脑灵活、有眼力劲儿的，最好还是有点功夫在身上。把他接回来之后，你告诉他，他就是我苏宁烟的儿子。到时候我教他文，你教他武，再找最好的先生来给他上课，利用我宁远侯府还有镇国公府的权势，助他掌权柄，入朝堂。我要他帮我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用尽各种手段去整治那个薛念华，但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和线索。最好是能把薛念华调教的对他言听计从。是，大小姐，就是选个比野种更绿茶的就好了。绿茶对绿茶，看谁手段更高明了。和大小姐一起养孩子，想想就开心。哼，薛华已经死了，我何必要和离？整个宁远侯府是我的了。这么多金子啊，全是给我的！大小姐对我也太好了吧！不给多点儿，这小没良心的，怕被别人拐走了。嘿，那我先去办了。有了这些金子，团团的灵力恢复一点了，我的神魂也更强大了。老夫人，侯爷逝世，夫人伤心过度，这几日就不来请安了。夫人让老夫人不必担心她的身体，昨夜已将小公子领回了听学院。领回来了？这么快就定下来了？我知道了，既然人已经找齐，3日后就开宗祠，给2个孩子一起上族谱吧。是。苏宁烟，你这是和我叫板，打我的脸！老夫人息怒，你别气坏了身子啊！锤，你就知道锤！你不就是想养一条忠于你的狗来咬我的亲孙吗？哼！3日后，我倒要看看你精挑细选是什么样的货色，如何跟我金尊玉贵的念华相提并论。哼！哎，老夫人，
你说带回来的孩子会不会是苏宁烟和外面野男人的种啊？就算找一个合眼缘的，也不能这么快。老夫人，咱们留下苏宁烟，就是为了她的嫁妆。但是如果她当众偷人，我们就可以休了她，留下她的嫁妆，赶出侯府。这件事就交于你去办，绝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日后这便是你的名字了，薛彻，彻查的彻。大小姐，话已经带到，3日后就开宗祠。只是以那老太婆的性子，绝对会借机搞事情。让我看看她会搞什么。这老太婆居然要设计让大小姐和野男人当众苟合，她这么下作，我就只有灭了侯府满门了。哎呀，算了，将计就计吧。敢算计我家大小姐，那就别怪我。哼！来，我们继续。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弄脏我的鞋？你撒谎，我都没碰你，你见面就把我推倒了。你个小野种，还敢顶嘴！住手！你又是哪儿来的野种？敢管小爷的闲事？小爷把你……祖母，有人打我！他打我！哎呀，我的乖孙子！哎呦，你这是怎么了？来人，把这个小野种拖出去，打断双腿，丢出侯府！怎么办？我们好像惹到不能惹的人了。没事，有我。这谁家的小孩，连侯府嫡长孙都敢欺负？赶紧领走啊！真打断腿，这辈子就完了。愣着干嘛？赶紧上啊！住手！老太婆这是要趁着大家不知道薛彻身份，打断他的腿，断了他入族谱的可能。好狠的心！母亲，彻儿，苏宁烟，这就是你千挑万选的好儿子，还没入我侯府的门，就在宗祠种地行凶，欺辱兄长。这要是入了族谱，那还了得？彻儿没关系，你告诉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我没有打他，看到他推倒那位公子，就上前扶了一把，谁知道兄长自己摔倒，就在地上打滚哭了起来，还诬陷我打他。我知道不应该多管闲事，可母亲教导我，遇事不平要锄强扶弱，这才是侯府该有的担当。祖母，害兄长受伤是彻儿的错，请您责罚。这委屈的小表情，这无辜的大眼睛，这以退为进的台词，绝对是完成大小姐任务的不二人选。哼，不愧是我和大小姐养的孩子啊！原来这是侯府的另一位小公子，当真有教养，有担当，还知礼节。你地上打滚的那位，当真是云泥之别啊！你胡说！明明是你先打了我，就你这个野种，还敢跟我抢侯府嫡子的位置！告诉你，祖母说了，这侯府的一切都是我的，我才是……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的打闹而已。啊！你这个野种，没资格进侯府，给我滚！彻儿，给彻儿道歉。道什么歉？你也是个没人要的寡妇。母亲，你别听他的，你还有我呢。这两孩子秉性一眼就瞧出来了，老夫人为何喜欢一个一看就不孝的？老夫人这是给侯府挑了个什么玩意儿？这是要断了侯府的前程呀！
娘，是他诬陷我弄脏他的鞋子，把我推倒，还踹我。这小哥是帮我解围，那小哥哥真没有打人。薛老夫人，我李家虽然只是一介小小侍郎，但也不畏惧你们侯府。今日你如此纵容你家孙子，欺辱官家子女，若不给个交代，今天就让我夫君参你们宁远侯府一本。母亲，这便是你千挑万选，想要过在嫣儿名下悉心培养的嫡长孙。当着列祖列宗还有满门宾客，恃强凌弱，为非作歹，岂不辱没门楣？老太婆亲自将机会送到跟前，又被薛念华这猪队友狠狠打脸。哼，这下他脸黑得跟锅底一样。李夫人，等念华入了族谱，我就让他给你家小恋郎道歉，再另外补偿300两的汤药费，你看可好？这是宁远侯府内部的冲突，我见好就收。吉时已到，开宗祠。走。母亲，母亲，今日念华所作所为，众人皆见，嫡长孙应当为表率。我想母亲您应该也不希望整个京城的人都觉得这宁远侯府家风皆同念华这般。这儿不论是德行还是担当，皆优于念华。我想，要不还是让彻儿当哥哥吧。就是，你看那个孩子是什么呀？他一看他就是不孝顺，还是这个孩子有担当啊？好，就如你所言，就让这野种暂时当嫡长孙，等你被赶出侯府，再弄死他。这儿多吃点。他来了，他来了！坏秋娘带着药来了，这药是给畜生用的，冷的一批。秋娘是会找药的。儿媳呀，从今日起，你就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以后啊，可就辛苦你了。这赤裸裸的阳谋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喝是不孝，喝了就被要。他们早就安排了一个马夫，就等着把大小姐弄过去，再当众带人捉奸，把她赶出侯府，侵吞嫁妆。儿媳呀，婆母今日亲自敬你，你不会不给面子吧？大小姐看我干什么？难道也发现酒不对，向我求救？真真这么机灵，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我都不打算灭侯府满门了，肯定不会让大小姐有事。喝吧，我有百毒丹，啥毒都能解，确保无事。更何况我不辞辛苦绑来的人，大小姐不喝，后面的戏没法唱啊。谢过婆母了。吃。真真，一切就交给你了。这药还是太猛了，不该让大小姐冒险的，就该灭了侯府满门。夫人这是酒劲上来了，我先扶夫人回院子里休息。那个春桃啊，你快去给夫人煮碗醒酒汤。你去请大夫。去。给你。调虎离山，经典，太经典了！对大小姐下这么重的药，再看在她还给我塞银子的份上，绝对给她安排的妥妥的。
老夫人，我家夫人醒酒汤熬好了，不知夫人在何处歇息？什么？燕儿不见了！这都一炷香的功夫了，怎么去了这么久？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对，人去哪了？这燕儿本来身子就弱，今日受了惊吓，就多饮了2杯，千万不要碰着磕着。哎呦喂，燕儿要是出什么事了，我可怎么活呀？燕儿呀，你若出事了，我怎么跟镇国公府的人交代呀？诸位，请你们赶紧帮忙去找找吧，请求你们找找吧。老夫人莫急，我等一定去找找，人多也好有个照应。是啊，大家一起去找找吧，一起找找。来吧，都来看看，今日就要让苏宁叶这个小贱人身败名裂，万劫不复。这是合欢香？天哪，侯府之中怎么会有此等污秽之物啊？谁这么混账，敢在我侯府做出如此下作之事？老身今天倒要瞧瞧，何人如此大胆？对，我们都在这儿，这种事儿啊，那里面会是谁呢？哎呀，这个时候只有侯府夫人不在，好戏开场了。侯爷刚死，侯夫人就耐不住寂寞了。镇国公怎么养出这样的女儿啊？真是丢脸！大小姐那一盒金子喂了团团后，我法力恢复，稍加点化，能让这些灵兽暂时说话了。还是得多赚钱呀，钱戏足足的，老钱婆一定高兴，带人赶紧去捉奸。堂堂侯夫人，光天化日之下竟与人苟合，简直伤风败俗。侯府的脸，这下可丢尽了。家门不幸啊！赶紧把门给我撞开！今天我要看看哪个奸夫淫妇如此辱没我侯府的门楣。不，里面不是我家小姐，我家小姐最知书达理，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打开门，自见分晓。能找到这么适合偷情的地方，必然是对这侯府很了解。不是你家小姐，那你拦着做什么？你们胡说！我们小姐不是这样的人，不许进去！大胆刁奴，如此做出这等丑事，还敢包庇，把她给我拖下去！走开！我不许你们污蔑我们家小姐！看样子肯定是那个苏宁燕那个贱人，晚秋总算做成了件事。哎呀！春桃姐姐，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儿？我刚才给小姐熬醒酒汤，你不是看着小姐吗？小姐人呢？事态紧急，我们赶紧救小姐，你把门挡住，不许他们进去。为了侯府的声誉，今天谁也别设计这个门。春桃这傻丫头还是挺忠心的，这是侯府夫人另一位贴身丫鬟。那这里面必定就是我侯府的脸面，绝不能让这淫娃荡妇给玷污了。愣着干嘛？赶紧上啊！不能进去！哎呀，不能进！哎呀，放开！哎，不能进！为了侯府的声誉，不能放人进去！你们放开我！别进啊！怎么是他？苏宁叶那个贱人呢？你们都围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光天化日之下，是哪对奸夫淫妇在此辱没我侯府门楣？大小姐真棒，用老钱婆的台词恶心她。苏宁嫣，谁让你霸占着侯府主母之位？今日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我可是给你找了个最下贱的马夫。哼！
小姐。珍珍，你来了。大小姐，一切都安排好了，你放心。下次再也不让大小姐涉险了。侯夫人在这里，那里面的是谁？还别说，长得不错，声音也娇美，怪不得白天就……啊，怎么是他？快说说是谁啊？是念华公子的奶娘，念华公子就是他从小带大的呢。这种在宗祠里面白日宣淫的人，居然是念华公子的奶娘，怪不得念华公子品性这般。薛老夫人到底怎么想的？念华公子刚过门，就要毁了侯府的清誉吗？不，他不是他，你给我闭嘴！这下看老太婆怎么收场。珍珍真是太招人爱了。老夫人，她还只是个孩子，只是不想有这般品行的奶娘罢了。你又何必下此狠手？娘蠢，蠢一窝。这个时候越解释越乱。对，让他们内部先斗起来，不是演吗？谁不会啊？大小姐真的是越来越棒了。这次办得不错，我屋里那尊金麒麟赏你了。那金麒麟那么大，喂团团吃了，我又能恢复一点了。老夫人，我是冤枉的，都怪那该死的马夫，见我貌美，他强行欺辱我啊！老夫人，你看我一心一意养育念华的份上，你一定要替我做主，杀了那个马夫。老夫人，我侯府的脸面绝不能被此淫娃荡妇所玷污。你婆母，这侯府的声誉要紧啊！都说为了侯府的声誉啊，不能开门了，气死这老太婆！她是念华的生母，现在又是她名义上的奶娘，不能因为她毁了念华的名声。老夫人，来人，把这个乱闯后院、欺辱奶娘的下贱马夫拉出去打死！这老钱婆是想一言定论，打死马夫，保住秋娘喽？可惜这如意算盘要落空了。看在秋娘给我塞银子的份上，我可给她安排的太好了。看地上的衣服，不像是马夫穿的。那是云锦，只有皇室中人才能穿。今日宾客众多，莫不是这奶娘想攀附富贵？放肆！谁敢动本皇子？就你刚才说本皇子强行欺辱你，薛老夫人，是你说要将本皇子活活打死？我，二皇子怎么是二皇子马夫呢？这得罪了皇家，如何是好？二皇子息怒呀！珍珍不是说老太婆安排的是马夫吗？怎么会变成了二皇子了？薛华那出假死私奔的戏码，就是二皇子给他出的主意。他还刺杀苏南辰，都是为了打压郑国公府的势力。10年后，也是他和薛念华联手，让郑国公府抄家流放。他这么爱在背后蹦跶，就让他当众表演。既然10年后和薛念华勾搭，现在就先和他娘勾搭，让他当薛念华的爹。看样子得让大哥好好查查二皇子了。二皇子和侯府奶娘白日宣淫，这等皇家宴事，搞不好要被灭口。人可以跑，八卦不能不传。人家秋娘还给我塞了银子呢，怎么也得让他出个名。为了避免被灭口，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大家一出侯府的门就大肆宣扬，这样就灭不过来了。人尽皆知，就没有灭口的必要了。大家就传侯府奶娘晚秋为攀附富贵，给二皇子下药。对，就这么说，我们都是为了二皇子好啊，都是为了二皇子好。珍珍这小丫头太有意思了。薛华死了，我在侯府要看老太婆的脸色，还要帮她斗苏宁烟。念华已经上了族谱，她是薛华唯一的血脉，老钱婆不会不管她。日后这宁远侯府就是她的，
如果我攀上二皇子，殿下，奴婢也是被诬陷的，殿下。滚开！薛老夫人，今日之事，你需给本皇子一个解释，否则这宁远侯府也就到今日了。哼！老夫人，我是被算计的，肯定是苏宁烟那个贱人。放肆！大小姐的名讳也是你那直呼的。珍珍，你打痛了没有？下次别自己动手了，脏。老夫人，您知道的，我都是为了帮。闭嘴！老夫人，今日之事涉及皇子，众人皆知。这秋娘又是您亲自为念华公子请的奶娘，不知今日之事，你该如何给二皇子一个交代？这老钱婆亲儿子死了都能狠心不报仇，为了保全孙子的名声，说不定就要杀我灭口。念华，你快帮我求求老夫人！念华，我可是你给我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妍儿呀，此事我会自行解决的，你快回去休息吧。那就有劳婆母操心了。儿媳先行退下了，走吧。大小姐，为什么不借机铲除晚秋？薛念华是个白眼狼，谁都养不熟，就让他亲眼看到晚秋攀附二皇子，让他活着，他们母子二人互相折磨，岂不更好？大小姐威武！今天你做得很好，待会儿就去我屋里搬那尊金麒麟吧。大小姐，你真是太好了。走吧。老夫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老夫人，老夫人，老夫吹，人，就知道吹。除了锤阶，你还会做什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当初你就是这样把婉儿吹得五迷三道吗？肯定是苏宁烟算计我的。老夫人，我可是念华的奶娘啊，她都不放过我。如果她知道念华的身世，她肯定也不会放过念华的。老夫人，除了你，我可是念华唯一的亲人了。如果华朗在，华朗啊，我来陪你了。你松开我！华朗啊，我对不住你呀，让我死了算了。晚秋，如果不是为了念华，我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晚秋，你松开我！老夫人，够了！这件事情我自会处理，你先下去吧。是。老夫人，今日之事，只怕是侯夫人知道了什么。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大小姐，这次二皇子的事情，老夫人宁愿被夺一品诰明夫人的封号，也要保下那个晚秋。我们这个时候出门上香，是不是不太好啊？大小姐这是知道把老太婆逼急了，要下死手了，特意引蛇出洞。后宅宴事不会动摇根本，我还得尽快掌握那老太婆更大的把柄才行。
珍珍，你最近辛苦了，先睡会儿吧。好。大小姐，你对他可真好。奴婢僭越了。来了。主子，刺杀之事查清楚了，的确是二皇子所为。陆真真那丫头果然没说错。好，继续查，多派几个人保护大小姐。还有陆真真，那丫头在暗卫营排331号，功夫太差，得多派几个暗卫保护她。陆真真，她就是一个小暗卫，派暗卫保护暗卫，这陆真真也太金贵了吧？照办就是。苏世子，有人要刺杀大小姐，真真大人让我来接你，你快跟我来。好。老鼠传话？哎，不对啊，这老鼠怎么会说话呢？快跟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什么来着？留下买路财。留下买路财。对。等等，车里边有俩美人，你不要压寨夫人，给兄弟们玩玩。哎，女的，快活快活！薛老太婆，这也太恶心了！光劫杀还不算，还整这出。珍珍，你保护小姐，我跟他们拼了！母亲放心，我誓死护您周全。春桃，你陪着大小姐，彻儿保护好母亲。小心！这前头为了除掉大小姐，可真舍得下本，找了这么多穷凶极恶的人冒充山匪。哎，长得还挺好看。兄弟们，抢金银，夺美女，给我杀！也不知道那黑脸狮子能不能赶来，实在不行，只得凭借高恢复的法力，召集附近猛兽。大哥，你们都没事吧？先待在车上别动。这小丫头虽然能驱动小动物，但在暗卫里排300多，武功只怕低的不行。莫影，保护好车架，别让他们受伤了。是。我乃镇国公府世子，尔等速速退去，尚可饶你一命。镇国公府，我打的就是你！杀！山匪穷凶极恶，老钱婆这是下了狠心了。立正，来！珍珍居然这么厉害，不只是能驱使小兽，还能驱猛兽，怪不得他说能悄无声息的灭了宁远侯府满门，他是真的可以啊！他当真能御手，这当真是我们镇国公府的活宝啊！兄弟们，往山上跑，往林子里跑，快跑，快跑！抓住他们，有活口！是。送到金兆府，查出幕后主使。是，走。陆真真，你到底是谁？你又为何在暗卫营隐藏实力？
为什么你能够？大哥，这是怀疑真真身份了。大哥，真真她主子错爱了，属下武功一般，暗卫营只排名331号。这些猛兽可和我没关系啊，可能就是饿了，刚好出来捕食，碰巧被我们撞到罢了。暗卫营1个月拼死拼活就5两银子，打死都不会承认自己有实力。为了5两银子，拼什么命啊？那这运气有点太好了吧？只扑山匪，不扑我们。那个金兆府查案还需要几日？嫣儿，你们就先随我回镇国公府吧。这丫头这么爱财，回去让库房给她支1000两白银。好。姐姐，我听说你遇到了山匪，你没事吗？没事，快坐。大哥，你这怎么受伤了？小伤，无碍。这都出血了，怎么是小伤呢？我给你擦擦。我还以为宁远侯府那老太婆演技已经够好了，没想到这苏南渊不遑多让啊！谁在说话呢？二妹。二姐，你听错了吧？哪有人说话呀？不是，苏南渊这白眼狼，巴不得苏南辰一命呜呼，竟然活着回来，眼里的杀意都溢出来了。只有傻白甜的苏家人才看不出来。只要苏南辰一死，他就是镇国公府的世子，整个镇国公府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陆真真的心声到现在还未有过差错，可二弟一直都很尊重我这个大哥，我们一母同胞，他为何想要我死？而且他听不到陆真真的心声。胡说八道！我二哥他……大姐，二姐，你们怎么了？没事吧？没事，你二姐咬到了舌头。这二小姐一惊一乍的，咋了？脑子不会真有大病？不是我，否则也不会被七皇子这渣男骗得团团转。苏南渊是懂怎么拿捏苏家人的，看看这小嘴儿多甜，对谁都关心备至，连大小姐都被他骗了。苏家人还不知道这苏南渊根本就不是镇国公的亲儿子，是皇帝为了控制苏家，派人偷偷用皇子调包的。这苏南渊早就知道自己是六皇子，为了帮皇上除掉苏家，已经和二皇子勾搭在一起了，暗中瓜分镇国公府的势力了。老皇帝说了，谁搞垮镇国公府，谁就是太子。可太子之位，老皇帝可是特意留给白月光生的七皇子。渊儿，二弟，二哥居然是皇子！大哥，那个你怎么了？是手又疼了吗？没事。母亲，大姐，二姐，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呀？他听不见真真的心声，可倩儿听到了，所以二弟真的不是苏家血脉啊。二弟，听闻你今日下午要和景王世子有约，大哥没事，你快去赴约吧。难不成这一大家子有事瞒着我？无妨，留人暗中打听一下就行了，也免得跟他们演戏。去吧。是，母亲。真真，今天你也辛苦了，去库房支1000两银子吧。是，大小姐真的太好了。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我听到的是他的心声？这不可能嘛！那二哥他那么好，他怎么可能是皇子？他怎么可能要害大哥，要害我们呀？可是真真的心声从不出错。反正我不信。你们几个
别被这个丫头骗了。什么人？给我进去！世子，小的是二少爷院内打扫的小厮，只是路过，便被这位姐姐给抓住了。小的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哟，听这话，感情还是个绿茶呀！什么路过，就是得了苏南渊的命令，鬼鬼祟祟偷听苏家人背着他说什么。傻白甜的苏家人多半被糊弄过去，要把这死绿茶放走。是吗？那让墨影查一下，用一下刑，不就知道了？哟，黑脸世子这次威武了，可惜啊，这是皇室培养的死士，用刑也不会说的。看吧，多忠心！这是真的，二哥是皇子，他要害我们全家。姐姐，我真不知道姐夫假死，我也不知道宁远侯府发生了这么多事。没事，都过去了。大哥，事已至此，往后的日子，我们该如何应对啊？如今当务之急就是莫要打草惊蛇，我们全当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静观其变，收集证据。燕儿，上次宁远侯府之事已经将二皇子得罪了，以他的性格是必会报复的，所以今后你出门的时候务必要带上陆珍珍那个丫头，她定会保护你的。我的儿，我的亲儿。母亲，母亲，皇上，你好狠的心呐！你把我的亲儿给换到哪儿去了？他如今是死是活呀？母亲，母亲，我会派人去查二弟的下落，希望他还活着吧。对了，小妹，你和苏南渊是龙凤胎，你们打小就亲近，切莫在这件事情上露出丝毫马脚。你放心，我心里有数。一旦我们露出丝毫的弊端，就会给皇室可乘之机，到时候我们整个镇国公府将会覆灭。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共度难关。小姐，夜深了，喝杯茶。不能喝，别喝！慢着，这茶有毒。这是我从书房梯子端的安神茶，怎么会有毒啊？真的有毒！小姐，真的不是我，不是我！我知道不是你，起来吧。这茶里有股淡淡的药香，还透露着一丝丝极为诡异的甜腥，应该是千机饮。这药能让人在睡梦中悄无声息的死去，死掉以后查不出任何原因。借春桃的手端给大小姐，完美背锅。在镇国公府能给大小姐下毒的，且能拿到千机饮的，只有皇室中人了。不对啊，现在镇国公正和北皇干仗，这个时候皇室暂时不会和镇国公府决裂啊。苏南渊又不蠢，绝不会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难道说有人买通了他身边的人，毒杀大小姐？到底是谁这么狠心，要杀我们大小姐？试一试就知道了。春桃，你再去准备一壶安神茶。是。大小姐想试探谁？珍珍，你陪我出去走走，我屋里那尊金观音像就送你了。真的吗？谢谢大小姐，大小姐对我真是太好了。那尊纯金观音像我看好久了，这么大，够团团至少2天了。上次驱使猛兽，刚恢复点的法力又消耗了。珍珍也太好哄了，走吧。
二弟啊，大姐，这么晚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寻我？这夜里心神烦闷，便出来走走，顺便给你送碗安神茶。不过你这急匆匆的是要去哪儿？我是否会叨扰到你？你是我大姐，何来叨扰？我也是随便走走。装的真像，此事突然被苏南辰弄死，害怕苏家人察觉。这是准备进宫问皇帝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这会儿进宫的马车还停在后门呢。既然二弟不急，那就喝了这碗安神茶。这安神茶可是我亲手熬的，乖乖喝下，早些入睡。清风，放肆！小的一时狡猾，真不是故意的，请少爷大小姐饶命。苏南渊敢喝安神茶，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毒杀的事，看来是这清风下的手喽。无事，不过一碗安神茶而已，就罚你50两银子，以示惩戒。珍珍，你收着吧，给你了。哇，大小姐真是太好了，钱都直接给我了。只是清风一个下人，随手就掏出50两，也太有钱了吧！这清风一双手上全是常年练剑的老茧，太阳穴微微鼓起，武功不低，应该是老皇帝给苏南渊的暗卫，明面上保护，实则监视，就是不知道是谁让他下手杀大小姐。你看我这记性，我还得去找娘亲商量让车儿上足学的事，我就先走了。是，大姐。他们应该是准备出门了。春桃，你悄悄跟上去，别被发现了。是，大小姐，这是怀疑苏南渊了。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大小姐，有所防备，至少不会莫名其妙被抄家灭族。小姐，小姐，奴婢远远看见二少爷从后门出府，上了一辆马车，接应的人应该是宫里的太监。疼爱多年的二弟，居然真的是皇帝处心积虑塞进来当内应的探子。苏南渊这个白眼狼，苏家对他这般，居然……大小姐难道发现苏南渊不是自己亲弟弟了？啊，大小姐真可怜，前有被渣男骗感情，现在又被弟弟骗感情。不过最可怜的还是他那个亲弟弟，镇国公府的小公子，成了一个沿街乞讨的臭乞丐。前些天太饿，偷了一个馒头，被人打断了一条腿，若再得不到医治，以后就是个瘸子了。我亲弟还活着，我亲弟还活着，珍珍说不定知道在哪儿。珍珍，大小姐怎么哭了？唉，丈夫假死，婆母逼养外世子，还要害死她吞嫁妆。内心再强大的人也会害怕、迷茫、无助，怪不得哭得这么伤心。可惜啊，苏家的命数早就注定，我又不能沾染因果，只得顺其自然。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会保全大小姐。大小姐，你还好吗？从听到珍珍心声后，很多事情已经不一样了。上天不让珍珍知道，她心生泄露，可能也是为了保护她。珍珍这么好，我更不能因为一己之私害了她。没事，风沙太大迷了眼睛。我要去找一下大哥，你就在这等我。大哥，嫣儿，这么晚了，所谓何事啊？大哥，今晚有人想要谋杀我。啊？什么？怎么回事？ 嗯，
敢在镇国公府向你动手，看来这幕后定会有人指使。对我们镇国公府虎视眈眈的就那几个人，但是想要快速瓦解我们苏家，毒杀的目标应该是大哥你。对我动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这幕后之人是我的好婆婆。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那几个山匪还在京兆府接受调查，看来这幕后之人必定是那薛老夫人。我会尽快让他们松口的，去宁远侯府拿人。大哥，我们的亲弟弟还活着，我们势必要快速找到他。真的？好，无论我二弟在哪儿，我都会想尽办法找到他的。不能喝，别喝！嘿，这是你养的吗？刚才是不是他闻出茶里有毒啊？真真为了苏家付出太多了，我也得尽力帮他。看大小姐这眼睛红红的，是哭过了？唉，在家里被人投毒，害怕也正常。大小姐为什么无缘无故给我钱啊？我想要知道今天晚上下毒的幕后之人是谁，在不被苏南渊发现的情况下，我要清风死。是，大小姐真上当，已经会先给钱，再让我办事了。不是，那镯子不是……真真姐现在这么厉害的吗？要不我带你回房间先吃点东西。南渊，扳倒镇国公府，你可有把握？回父皇，儿臣与苏南渊兄弟多年，对他心性了如指掌。只要镇国公解了北荒之忧，便是我们动手之时。好啊，你做得很好。只是父皇给我安排的暗卫，偷天被抓后自尽。父皇，你说苏南辰会不会发现了什么？以他的性子，发现端倪定会追查。既然没有动作，就是没有发现。你在苏家万事小心，等苏家垮台，你就是太子。谢父皇。哼，老皇帝拿着太子之位，吊着苏南渊他们，其实心底早就认定七皇子了。切，换我也瞧不上苏南渊，屁大点事儿就要找爹，不是蠢就是刷存在感。唉。哟，送上门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二少爷，京兆府的林大人带着官差来到府上，说要找您。二少爷，敢问你身边是否有一位名叫清风的贴身小厮？是，林大人。莫非是他犯了什么事？他死了。死了？怎么死的？究竟发生了什么？清风可是皇家暗卫，武功极高，怎么会死得这么悄无声息？宁远侯府报的官，尸体是在伺候薛老夫人的冯嬷嬷床上发现的。宁远侯府？哼，我做的，不收钱。谁让冯嬷嬷帮着那老太婆买凶杀人？清风想赚外快，正好又在镇国公府，想着下手机会多，就接了，才有了下毒的事。大小姐让我解决清风，可光杀了怎么够？把尸体丢回去，恶心他们才爽。只要顺着清风查，肯定能查到那老太婆身上。到时就算找了替死鬼，也得让那老太婆大出血。唉，就算是皇家暗卫，收入低
也得接私活，不容易啊，不容易。看样子得增加暗卫月银，再多给真真这丫头银子呀。然儿，既然是你的小厮，跟林大人走一趟吧。是。二少爷，请。老大，这件事牵扯到宁远侯府，你跟林大人交好，一定要好好查一查。是。对，到时查到那老太婆身上，好好给大小姐出出气。嫣儿，明天是李太傅女儿的生辰宴，你们姐俩收拾收拾，一块儿去吧。是。啊，这宴会上就会碰到让二小姐芳心暗许、失了清白却不肯娶她的渣男七皇子。郑国公府被抄家流放后，二小姐羞愧难当，上吊自缢了。哎，真的是纯纯的恋爱脑啊！什么？大小姐真好心，怕二小姐没准备明天的礼物，还特意让我来送，真的是人美心善啊！小姐，您今日为何没有赴七皇子的约？小姐，您可千万别犯糊涂。七皇子是何等的金尊玉贵，若不是真心爱戴您，怎么会屈尊降贵，每天为您写诗传信呢？您看，殿下的信又派人送来了。陆真真的心声也不一定全是对的吧？我和七殿下青梅竹马，拿来我看看。泽哥哥真对我情根深重，那是当然的。切，二小姐这恋爱脑又心动了吧？春苗早就被七皇子收买了，每月10两银子，专门监视二小姐的一举一动。只要二小姐对七皇子产生疑惑，他立马就会把早就藏在身上的信拿出来，挽回二小姐的心意。这首相思令是他找人买的诗，不知道送了多少名门贵女。七皇子只是要广撒网啊！二小姐要是信了，真的是脑子进了开水，把脑子都烫熟了。来人，把春苗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拿下！二小姐，您这是干什么啊？奴婢可是一心为您啊！你们看吧，春苗平时仗着有七皇子这个靠山，把二小姐身边的丫鬟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指望这群墙头草，黄花菜都凉了，还得我亲自出马。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敢！我可是七皇子的，你敢打我？打你又如何？别以为有七皇子当靠山，就没人敢动你。别忘了，你的卖身契还在苏家，苏家可容不下你这样吃里扒外的狗。你们也给我想清楚，谁才是你们的主人？还不赶紧把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赶出去卖了！我看你们谁敢！放开我！放开我！哎，记得把卖身钱给二小姐拿回来，听到了没？放开我！二小姐，这是大小姐给你准备的，明天给李小姐的贺礼。替我谢谢姐姐。真真真是太好了，姐姐说她喜欢银钱。谢二小姐。没想到送个东西就能拿10两银子，二小姐虽然人傻，但心地善良啊。就算看在大小姐的面子上，我也不会让她惨死的。
真的太好哄了，这就是大姐说的被人护着，满满的安全感。我以后一定要给她很多的小钱钱。哼，有了，嘿嘿，明天宴会有大瓜吃喽！姐姐，这牡丹可真美啊！是不错。这不是镇国公府的苏家姐妹吗？若雨姐姐，你瞧瞧这苏二小姐，几日不见，气色越发差了，看来是真的被人抛弃了吧？你们胡咧咧什么呢？苏二小姐生什么气呀？可不是我俩故意针对你，是七皇子亲口说你不要脸纠缠他，你做得出这么不要脸的事，还怕我们说？你们胡说！七皇子到底给这些女人下了什么降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魏小姐比我们二小姐还没脑子，居然当面质问七皇子为何与二小姐交好。七皇子随便演演，就给哄得晕头转向。我没有纠缠七皇子，你们凭什么造我的谣？我们造谣？苏二小姐，七皇子亲口说他对你并无他意，只是他不好驳了苏家的面子，可私下里都把这件事当笑话讲了。就是，也不瞧瞧自己什么样子。七皇子根本就看不上你们！魏小姐，七殿下宅心仁厚，想来不会背后非议他人，倒是你们二人将殿下私下所言四处宣扬，到底是何居心？是在构陷皇子，还是污蔑我苏家？苏宁烟，你得意什么？不过就是个死了男人的寡妇，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教训我们？就是自己守着个空壳侯府，还要替别人养不知哪里来的野种，可怜又可笑。听说那野种的奶娘白日里勾引二皇子，我们若雨姐姐身份金贵，岂是你这么一个晦气的女人能比的？还世家小姐，这嘴脸真够恶心的，敢说我家大小姐！你个贱婢，竟敢打我！苏宁倩，你什么意思？让这个贱婢如此羞辱我们？我要让我爹参你们镇国公府一本！哼，都看清楚了没？看好了。这次清楚了没？主子受辱是我们做奴婢的失职，你们记住，呼好主子是你们的天职。日后谁要是再敢对大小姐们出言不逊，你们直接给我上，撕了他们的嘴，绝不能让主子受半分委屈，明白了吗？是，奴婢明白。这就是你们苏家的家境。哼，好得很。来人，赶紧给我拿下！你这狗奴才，我要杀了你，将你碎尸万段！来人啊，镇国公府的丫鬟当众行凶啊！哼，上！再说不说了？说不说了？说不说了？可他们怎么这样啊？再说啊！这一闹，人都围上来了，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没人上，那就该我说了。魏小姐，这是什么？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哼！这是七皇子送给我的情诗，这不可能！怎么会在你这儿？是不是你从我家偷的？魏小姐，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你的那份还锁在柜子里，不信你派人去看看。这些都是七皇子给我家二小姐写的。你们说二小姐纠缠七皇子，七皇子对她别无他意，甚至把她当成笑话讲给你们听。那这些书信又是什么呢？这情诗上有七皇子的私印，所以苏二小姐没有撒谎。那撒谎的是魏小姐，可这情诗我也有啊。姐姐，七皇子是想借这些名门贵女之口造谣损毁我镇国公府的名声，可能这次
怕他要失望了。放心，有珍珍在，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就安心看好戏吧。一日不见，思之如狂。宁倩无碍，亲知我心。倩儿，我愿与你化为比翼鸟。别念了，怎么会这样？这明明是七皇子写给我的情诗。什么？胡说！这明明是七皇子写给我的，明明是七皇子写给我的。傻眼了吧？自己贴身收藏着七皇子的情诗，没想到其他女人也有吧？除了名字，一个字都不带改的。七皇子也是真抠。写给我的，写给我的，写给我的！别讨厌了，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货！果然吃瓜还得这种大场面。写给我的！你们围在这儿聊什么呢？正主来了，铁脸开大，太爽了！李姐姐。魏小姐，她污蔑我不要脸的纠缠七殿下，可是我与七殿下根本就不熟啊，而且不知怎么的，他们自己倒打起来了。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李姐姐，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这是七皇子送给苏二小姐的情诗，我也有。碧玉，你回府将信取来。我也有，不用回去拿了。我还有贴身藏的，这就拿出来给李姐姐你看。这看李姐姐的样子，她该不会也跟七皇子有什么吧？太傅是几位皇子的老师，位高权重，李小姐与七皇子走得近，自然是。现在你知道了吧？以后离七皇子远点。哎，李小姐可不一样，她是七皇子的白月光。芝芝，你听我解释，这些不是我写的，到底是谁？好大的胆子！敢伪造本殿字迹，还敢伪造本殿私印！看样子七皇子打算撕破脸，不想承认啊。殿下，这是前夜你与我游湖，你亲手写给我的。难道与我游湖的人不是七皇子，而是有人易容的？魏若雨脑回路不一般啊！若真是有乱臣贼子易容成七皇子接近我，定是想要偷取我府中的机要文件。此事要马上禀报给皇上才行。哼，有魏若雨开头是个好机会，不知道这些名门贵女能不能抓得住这个机会。既然七皇子不要脸，就别给他留面子，直接炸了他的鱼塘。殿下，那贼人也拿情诗接近我，殿下可得为我做主啊！张小姐聪明。殿下，那贼子也送了我情诗，还向其他小姐诬陷我，纠缠于他，企图挑拨皇室与我郑国公府之间的关系。此人用心险恶，留不得呀！我明日便去上奏，务必将此贼缉拿归案。没想到吧，花3年时间养的鱼塘被我一下子炸了，还得自己称自己为贼。老皇帝怕是不信这个说法，七皇子的太子之位怕是也有点悬了。敢欺负我们二小姐，哼！岂有此理！卑鄙无耻，下流，简直是荒唐至极！冒充皇子潜入世家，与贵女私相授受，这是在打谁的脸？这是在打朕的脸，这是在打整个皇室的脸！老七，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那贼人不冒充别人，偏偏冒充你！完了！与这么多贵女有私交，还被捅出来，父王肯定对我失望了。大理寺少卿苏南辰何在？臣在。朕命你10日内侦破此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否则提头来见。臣明旨。二皇子、七皇子名声都严重受损，陛下这是急了。不过明显，陛下这是想保七皇子，
可见真真说的没错，西皇子才是太子人选。终于回侯府了，要不然那老太婆的日子也太好过了。老夫人吩咐，夫人上香祈福，却发生命案，身上沾了晦气，特命奴婢在此等候。你是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你？我是老夫人特意买过来照顾念华少爷的奶娘。哦，你就是那个和二皇子的奶娘啊！你怎么还敢出来呀？你们笑什么笑？夫人，请您快火盆，驱邪方能进府。来人啊，上火盆，快点啊！你说什么呢？看样子大小姐不在这几天，老夫人纵得她没边了。死老太婆，不搞点事情就活不下去了。夫人，请吧。你们宁远侯府好大的胆子！我姐姐是镇国公府的嫡长女，也是你们宁远侯府明媒正娶的侯夫人，是侯府的当家主母。你叫她跨火盆，将我们镇国公府的脸面置于何地？又将你们宁远侯府的脸面……哦，不对，你们没有脸面，要不然你这样的东西早就被拖出去打杀了。跨什么火盆？我看呢，你们宁远侯府就是一个大火盆。果然。没了恋爱脑，战斗力就飙升。二小姐威武！这是老夫人的意思。如果夫人不愿意，今日就只能走角门了。从今以后，也只能住在洛风院，只有初一和15才能够进入到前院了。洛风院是侯府最偏僻的院子，离主院极远。老钱婆，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敢这么对大小姐，我还是直接灭了侯府满门算了。来人啊，请夫人跨火盆。你干什么啊？干什么你？夫人，这就是你收养的大少爷，跟我们念华少爷比可差远了。他哪有一点世家少爷的样子啊？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的，退！哎，姐姐怎么办呢？看侯府这阵仗，定是不会罢休。若是姐姐拒绝，老夫人以不敬婆母为由，给姐姐一封休书，就可以私吞姐姐嫁妆。大小姐，要不直接打进去？要我说，还是直接灭了侯府满门，直截了断。你的意思是，这老夫人觉得我苏宁烟是个晦气？老夫人意思是这个意思，可一旦明说，就是她这个婆母苛刻。二皇子的事情已经让那死老太婆记恨我了，这事儿再处理不好，就算看在念华的面子上，也得弄死我。奴婢可没这么说，是你自己胡思乱想的。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动手，让夫人快火盆。不用，我自己来。姐，你还真快呀！这不是羞辱咱们国公府吗？咱们回去让大哥帮你和离。走，回国公府。大小姐这么聪明，肯定有自己的办法。还侯府主母呢，也就这样，还不是被我拿捏的死死的。以后这整个宁远侯府都是我的。快呀，快了就证明你是个晦气的。哎呀，真呀，这可怎么办呀？相信大小姐，孝大于天，只要老夫人在，苏宁烟这贱人就只有被拿捏的份儿。你干嘛？回去告诉老夫人，我苏宁渊福运加身，
是你们宁远侯府接不住。大小姐威武，轻飘飘一句话就狠狠扇了晚秋和整个宁远侯府的脸，我好喜欢。反了，反了，真是反了天了！一个不下蛋的母鸡在我们宁远侯府面前这么撒野啊！你们当是死了吗？你们快把他和他那个野种妹妹一起绑了，等候老夫人发落！哎呀，一群废物呀！老夫人的话你们都敢不听了吗？出了事儿我担着！早灭了这侯府满门就好了。得罪了夫人。住手！我不就是让你跨个火盆吗？你怎么私下报官呀你？这贱人好大的胆子！日后定要让那死老太婆好好搓磨搓磨她。林大人，苏夫人，是何人与你在侯府门口起争执？告诉本官，本官给您做主。这贱人不会真要告状吧？看这两人的样子，好像很熟。莫不是这就是他背着侯爷偷的汉子？不过是家里的小事罢了，让林大人见笑了。不知林大人今日前来，所为何事？这么好的机会，他不敢告状，肯定是心虚。那这人就真可能是他的姘头。我这就去告诉死老太婆，抓住这个把柄，绝对给拿捏住苏宁烟这个贱人。山匪行刺一案，凶犯已经招供，本官此来就是为了缉拿幕后主使。林大人，究竟是谁如此丧心病狂，要雇凶手杀害我姐姐？我姐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从未得罪任何人，究竟是谁要置她于死地？二小姐这几句话说的真妙。不会是要抓那死老太婆吧？苏宁还没有死，这死老太婆留着还有用。不行，我得赶紧去报信儿。站住！林大人，请。不会真的把那死老太婆抓走了吧？那我在这侯府可怎么办啊？到底是谁雇凶杀夫人啊？哎，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出来了，出来了！是我眼花了吗？是老夫人！放开我！老身虽被夺了诰命，但也不是让你们随意这般折辱的。山匪行刺一案，凶犯指认你给了300两银子，让他们杀了苏夫人，带走。天啊！婆母买凶杀儿媳，为什么？从老爷去世之后，老夫人觊觎夫人嫁妆。哎，自家人为了财产谋人性命。我去，老妖婆这眼神最毒了，太吓人了。别怕，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你的命我要定的。王管家，哎，念华少爷呢？夫人，念华少爷跟先生正在上课，要奴才去请吗？这位教书先生可不得了，是李太傅的师弟。为了请到他，老太婆可是下了血本了。何人安排的？为何没人知会一声？老夫人，这车儿是侯府的嫡长子，侯府请了教书先生，却没能带他一起上课，是不是你们这些奴才背信弃义，阳奉阴违？夫人饶命，并非奴才不说，是老夫人不让。你说什么？你说是念华少爷身边的奶娘不让？不是，是老夫人被抓，府里夫人最大，那奶娘做下那种不要脸的。是，就是晚秋那贱人说的。春桃，你带着大少爷去学堂上课，都是我苏宁烟的儿子，岂能厚此薄彼？是。走。老太婆被抓，晚秋身败名裂，让薛彻再激起这薛念华这般儿郎，必有其效。真这招确实可以。王管家，你亲自去派人把晚秋给我带过来。他若是不愿意来，就把腿打断了给我带过来。是。老太婆被抓走了，怕是回不来了。府里这个贱人说了算了，我得赶紧跑路去找二皇子，那才是真正的富贵。快给我绑了，押去见夫人。别碰我！别碰我！
还是夫人英明啊！你居然想偷盗主家的东西逃走！你们想干什么？我没有，这都是我的，你快还给我！你个大白天偷汉子的贱人，偷东西跑了！我们呢？我们这些欠了卖身契的，可就遭罪了吧？祖母刚被抓，娘就要卷钱跑路，给我押走，带去见夫人。年华救我！苏宁烟那个贱人肯定要弄死我！快去找二皇子，一日夫妻百日恩，快去求他救我！闭嘴吧你！你不要脸，我们宁远侯府还要呢！走！年华，夫人，这个贱婢偷了主家的东西，准备逃走。我的乖乖，一个外室的小金库居然这么多钱，看来薛华对他的确不错。胡说，这都是我的嫁妆，这不是侯府的。姐姐，这不是娘送给你的鎏金梅花步摇吗？我当时就说很喜欢，你说等我及笄的时候再送给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能为什么？薛华偷出来送的呗。什么是你们的？这明明就是我的！我看你们就是想诬陷我，然后抢我的东西，还给我！放开我！早就说直接灭了侯府满门，一了百了。你说这些东西是你的，可有购买凭证？这都是别人送的，没有购买凭证。哦，别人送的，那你大可以叫他过来对质。但若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你就别怪我心狠。对啊，这么多金银珠宝都是别人送的吗？说呀！是薛华死了，老太婆被抓，这东西本来就是她嫁妆库里偷的。这你们管是谁送的呢？反正不是我偷的。况且我又没给你们签卖身契，你们没有资格处置我。再说了，我可是二皇子的人。你们不放了我，就不怕二皇子知道了怪罪吗？哼！给他安排那一出，还给他安排爽了。他怎么这么不要脸？要我说，这个薛侯爷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我姐姐天仙般的人物，他偏偏看上了一坨烂泥。男人嘛，没吃过的屎都要尝一下。果然，他们不敢得罪二皇子。苏宁烟，我劝你识相点，把我放了，要不然二皇子以下犯上，掌嘴20。哎，你什么身份？你敢打我啊你？打的就是你这种不要脸的贱货！你们给我等着，等到老夫人回来了，有你们好果子吃！放开！苏宁烟，你最好也跟这个狗奴才一样识相，要不然啊，等到老夫人回来了，我可就不帮你美颜了。林大人到！一定是把老夫人带回来了。苏宁烟，你这个贱人，你的报应来了！那老太婆能保下晚秋，说不定和皇家勾结，不会真的出来了吧？哎呀，还是今晚就灭了侯府满门吧。林大人，林大人此次前来，是否刺杀案有了定论？是否与我婆母有关啊？这是从凶犯身上搜刮出来的银票，根据查验，确实是薛老夫人私库的。这死老太婆果然不中用了，哼！我得想办法找到二皇子，弄死苏宁烟这贱人，要不然这宁远侯府落不到我和年华手里了。但薛老夫人说，这是一个叫晚秋的奶娘家中有急事，好心借给她应急的。根据薛老夫人提供的几条线索，确实是府上奶娘晚秋借薛老夫人的名义雇凶杀人。这不可能！这银票不是我的，是老夫人的。林大人，林大人，事情是老夫人让我做的，钱也是老夫人让我给他们的。老夫人说是你家中有急事，找她借银票应急，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你，你认还是不认？怪不得那死老太婆坚持让我去给钱，从一开始我就是一枚弃子。带走。走。老太婆本就看不上他的出身，
才让薛华装深情，娶了大小姐。就算他生了薛念华又如何，还是被瞧不起。更何况还出了二皇子这档子事。林大人，可是我与那晚秋无冤无仇，他为何要买凶杀我呀？据调查，其实薛侯爷一直背着你养了外室，还养了7、8年。晚秋就是那个外室。什么？姐姐，大小姐，7、8年，大小姐演得好。薛华这个渣男，光死可便宜他了，还得让他身败名裂。原来在我还未出阁，满心欢喜憧憬与他的未来时，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姐姐，姐姐这演技，要不是我知道，都要信以为真了。宁远侯府这是骗婚，我们要状告宁远侯府。薛侯爷已经死了，告了也没用。不过，本官可以帮苏夫人顺利和离。不，林大人，我相信华郎的为人，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婆母是否还有交代其他什么？比如说，华郎和晚秋，他们是否有？谁？念华拜见母亲。哟，白眼狼还真是有奶就是娘。晚秋下大狱，老夫人没了诰命，这会儿上赶着认娘了。薛老夫人并未交代其他，若有其他消息，待本官查验清楚之后，定会告知苏夫人。告辞。林大人慢走。念华，你也起来吧，快去学堂上课。可奶娘，这白眼狼突然变大孝子了。我知道你孝顺，改日你拿了侯府的名帖去见见他吧。多谢母亲。不会吧，这白眼狼这么小，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好了，你们也下去吧。是。这样一来，买凶杀人的罪名就落在了晚秋头上，又让那薛老太婆逃过一劫。那老太婆为了保命，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晚秋身上。但这样一来，也算是毁了薛老侯爷还有薛华的名声。只不过，他日后一定会更加疯狂谨慎，我们得小心。那岂不是更麻烦？姐姐，我们给珍珍姐加点钱，让她趁早把那老妖婆嘎了。斩草要除根，要我说，还是灭了侯府满门的好。不可，现在二皇子还盯着侯府，若是现在把他杀了，只会把郑国公府还有珍珍都推向风口浪尖。那怎么办呢？怕什么？薛念华还在府上，他可是薛老夫人最大的软肋。老夫人，您可算回来了，让奴才担心死了，还在想是不是要上京兆府接您。苏宁烟知道晚秋是何人了吗？知道了，林大人亲口说的。他是何反应？夫人伤心欲绝，差点哭晕过去。这几天卧病在床，暂时就不能来请安了。伤心欲绝，华儿假死，他若不知道，怎么会变成真死？还特意弄了个野种来和聂华争侯府。从今日起，我就要去佛堂参佛了。我未出来的这几日，任何人不得打扰。是。苏宁烟，不管是不是你害死了华儿，这笔账都算你和郑国公府头上的。参佛？就他那蛇蝎心肠，我怎么不信呢？小佛堂，事出反常必有妖，幸好我早有准备，让小铃薯跟进去看了。薛老太婆根本就不信佛，突然躲进小佛堂，莫不是藏着薛家的宝藏？那可就发了，倒是用钱换个自由身，以我的本事，赚钱还不是手到擒来？一想到每月惨无量，心就哇凉哇凉的。不行，珍珍不能离开，钱以后都给珍珍，再让母亲收珍珍为义女，还得对珍珍好，她把我们当家人，就不会离开了。
珍珍姐一走，我们一家就没救了。如果多给钱，不能留下珍珍姐，就把大哥迷晕，送珍珍姐床上去。只要成了一家人，珍珍姐就不会走了。他们点个什么头啊？老鼠！天哪，有老鼠！珍珍姐，快把它打死！小佛堂果然有密室，进去后有很长的暗道，然后呢？暗道后面有个院子，什么样的院子？进不去我不知道啊。姐姐，原来珍珍姐能听得懂老鼠讲话呀。她是御兽师，当然可以。大小姐，这个给你。这是什么东西？如遇危险，我能及时赶到，保护大小姐。薛老太婆做事谨慎，上次下药都会先调虎离山，这次只怕会更加谨慎。我倒要看看她在背后搞什么鬼。主子，今天一早我们在城外发现了一具与七皇子一模一样的尸体。果真来了，七皇子手脚这么快，已经找到替身了。哎，主子，怎么了？在尸体旁边，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昏死过去的瘸乞丐。不会是？正是这几日我们一直挨街排查，却没找到的二公子，主子的亲弟弟。好得很。二皇子让薛华假死，断了郑国公府的姻亲。六皇子换成了我亲爹，可七皇子出事，就把我亲二爹拉出来顶罪。主子，别过来！你们别过来！听见了没有？别过来！别过来！南辰兄，我正要去通知你，死者正是伪装七皇子私会贵女的那个贼人，嫌犯已经抓住了，但不确定是不是他。这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弟弟。此案是由陛下交给大理寺处理，人犯和尸首且由本官带回大理寺。我本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草草结案，平息这桩荒唐事，可这是牵连到二弟，想来是皇家生了怨，要借我的手杀了自己亲弟弟，暗中报复郑国公府。果然最是无情帝王家。主子，给他清洗干净，再处理好伤口。是。他与二妹长得有8分像，这才是一胞双胎，龙凤之子。苏南渊在郑国公府锦衣玉食，可我的亲二弟却过得猪狗不如。大夫，犯人情况如何？回大人，嫌犯早年间受过重创，导致大部分时间都疯疯癫癫的。老夫也是医术不精，无能为力，还请大人另请高明吧。那大夫，可有什么法子让他能清醒片刻？回大人，这脑疾非是药石之力可能医治，除非神仙下凡，要不然，难呐。或许他有办法。莫影，去准备300两银票，去宁远侯府一趟，请珍珍姑娘前来。陆珍珍是暗卫营331号，主子这么也太看重她了吧？还拿300两去请，快去啊！是。小姐，陆珍珍这疯丫头，把这算命摊都摆进侯府了，你就宠着她吧。也不知道她算的准不准。你算算看，这几天来找他算命的人有多少，就知道他算的准不准了。主子让我请陆珍珍去大理寺。黑脸世子肯定又要让我白干活了，我要赚钱，不去。我是保护大小姐的，我才不去。300两。你就放心去吧，大哥若不是有大事，也不会叫你的。是，大小姐，记得我给你的东西。
老夫人，那个陆真真被镇国公世子的贴身侍卫叫走了，说是去大理寺。好，很好，让他们去准备，今晚就动手，一定要杀了苏宁烟这个贱人。听那山匪说，本来他们可以得手的，那个叫陆真真的丫头武功极高，还没得手。陆真真不在，苏宁烟，你就等死吧！主子，陆真真到了。陆真真，这里是300两银票，若是你能救她，这钱就归你了。300两，什么犯人的命，值这么多？主子放心，属下一定全力救治。300两，这么高的真金，难道是哪位隐世神医的弟子不成？这陆真真刚才叫主子，看来镇国公府当真是卧虎藏龙啊！这不是镇国公府那个被调包的倒霉大二公子吗？怎么成杀人犯了？这是什么操作？果然，这真的是二弟。能治吗？能，但需要时间。二公子，这是被人用锁魂咒锁住了3魂7魄中的1魂1魄，所以才会神志不清。下手的人够狠的，这是要让他一辈子当个疯子，必要时可控制他成为一个杀人工具。只是这居然出现了锁魂咒，看样子玄门术法这个世界也有。玄门术法，那这一定是皇上的命令了。也是因为有这锁魂咒，二弟才能活下来吧？毕竟皇上用6皇子将他换走，按理不想被揭穿，杀了二弟才是最好的。他留着二弟，一是想看着国公府二公子被人凌辱，他心里舒爽；二是在这种时候丢了出来利用一番，再让我们至今相残。有银针吗？大夫，姑娘准备在哪儿施针？他这是脑疾，自然是百会、人中、神庭。如果不是我受了伤，哪用得着施针啊？陆姑娘也知道这是脑疾，若是没扎好，可是会要人命的。哼，你这是怀疑我治不好他？有本事自在。南辰兄慎言，事关7皇子一案，一旦嫌犯出事，再成悬案，如何向陛下交代？就是这位陆姑娘年纪轻轻，就敢收300两的真金，居然还敢在人脑上施针，哼，真是不知所谓。尿泡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有些人须发皆白，其实内里草包。你医术高低，难不成是看胡子多少吗？你这可是朝廷重犯，你若是体针下去，一命呜呼，该当如何？是啊，陛下对此案极为关注。这万一将这嫌犯给治死了，没了口供，如何交差呀？是啊，不可冒险。我敢保证，几针下去，不出片刻，他就会醒过来。哼，姑娘年纪轻轻，敢收300两的真金，居然没带银针，岂能信你？哼！这个老头一个劲儿的胡搅蛮缠，莫不是想拖住我，还是直接打晕算了？哼！一应后果，皆由本官承担。莫影，若是有人阻止真真姑娘施救的话，杀！是。你，看样子有人不想治好二弟，而且意图拖住真真，不让她回宁远侯府。小姐，门快顶不住了！车少爷，你保护2位小姐，快逃跑吧！这薛老太婆是不是疯了？居然借着密道引山匪入府，她是不是想灭了宁远侯府满门啊？要是只死我一个，岂不是太显眼？山匪打劫宁远侯府，死伤无数，杀了我一个侯夫人，
倒也顺理成章。杀了我，他们也正好给皇室那边投诚。姐姐，开门！山野，小姐，门快被破开了。姐姐，晨晨姐不是给了你符纸吗？快用了，要不然来不及了。姐姐快撕呀！让晨晨姐回来！不可，大哥明知我身处险境，却在此时把珍珍叫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极为重要的事。我不可此时将珍珍唤回。小心！那怎么办？我们不会要死在这里了吧？小妹，你我不可事事依靠别人。我镇国公府戎马起家，你我皆为将门虎女，皆可拔刀迎敌，你忘了吗？你这不是胡闹吗？脑袋都被你扎成筛子了，这也没反应啊！你这，这下有反应，你高兴了？哼！啊，这没气儿了，死了！你给治死了！南辰兄，这可如何是好？万一陛下怪罪下来，就不该治。可能是一时岔气了。大夫，你摸下脉搏。这脉搏也没了呀！这，南辰兄，当真没了脉搏？这可如何是好？苏世子，这没用的，唯一的嫌犯已经死了，还是赶紧想对策吧。来人，将他给我拿下！慢着！珍珍，他确实没有呼吸和脉搏了，你确定他还活着？我说没死就没死，气息脉搏都没了，你还说没死？难道你还是阎罗王不成？哼！南辰兄，今日几位大人都在，苏世子，不如将这陆珍珍交由陛下处置。是，唯一的嫌犯被他治死，难逃其责。珍珍先生确实从未出错，可医术，但气息脉搏全无，怎么可能还能活？二弟，我说了，能活。这你若是能救活，老夫就撞死在这里。哦，是吗？哼，老夫一言九鼎。你撞死了，我可不救。这样，如果他活了，你给我1000两；如果他死了，我给你1万两，再加我这条命。陆珍珍爱财如命，下这么大注，二弟肯定没事。上面说了，这李二狗中的是锁魂咒，根本无救。好，老夫我就舍命。哎，不必舍命，舍财就行。哼，1、2，你这是在拖延时间。苏世子，赶紧把他给拿下。3，好。这怎么可能？这可是锁魂咒啊！活了，真活了！当真是活菩萨呀！1000两，谢谢。这，各位大人，家中日后若有怪病、疾病、隐疾者，只要诊金到位，草民皆可出诊。哎呀，真的！这是50两，陆姑娘有空就去本官府邸看病，诊金另算。哎，好说好说。又找到一个赚钱的好路子。赚钱的好路子？他刚才说什么？
他刚才说又找到一个赚钱的好路子，可他明明没有开口。他能听到陆真真心声，真的是苏家血脉，真的是我二弟。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脑子有问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请大人高抬贵手，放了小的一条狗命。大人饶命！抬起头来，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方？回大人，小的名唤李二狗，5岁时养父母便已离世，就一直过着乞讨为生的生活，家就住在破庙里。7年前，草民被人砸了头，就灌了疯癫，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知大人，草民所犯何罪？好，我镇国公府的二少爷，过着讨饭的生活，还有如猪狗般的贱命。苏世子，此人之前神志不清，怕是问不出什么。哼，就算他想不起来，他在杀人现场手握凶器，必定是他。苏世子，一下观看，咱就不必审了，定是此人见财起意，杀人夺财呀！够了！那贼人假冒七皇子，私会贵女，又突然暴毙，如此蹊跷，国法威严，岂能因为一时之变，草菅人命，铸成冤案？不愧是镇国公府世子爷，这话说得不错。我的世子爷，您是铁面无私青天大老爷，但圣上只给我们大理寺10天破案呀。那贼人死了正好，我们就不用再找冒充七皇子的贼人，把这乞丐凶手交上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看这些大人的态度，这李二狗是铁板上的替罪羊了。世子爷，切莫因为这条贱命误了您的大好前程啊！就不知道倒霉世子如何选择了，是为了官运滥杀无辜，还是保下这乞丐？这就是朝堂，这就是苏家世代血流数遍为之奋斗的天下。苏世子，这个贱民意识不清，手握凶器，人证物证俱在，签字画押就行了。是，又有谁在意我这条贱命？反正活着也是人人嫌弃的过，一个臭烘烘的乞丐罢了。黑脸世子怕还不知道，这就是他亲二弟。老皇帝这是要让他亲自判自己二弟死刑，然后心里暗爽，真的是帝王心术狠啊！不过也不是没办法破局。我是这世子爷的二弟，哎，真真，有没有办法救这个小乞丐呀？办法没有，馊主意倒有一个。馊主意也行啊。这货是装不懂，钱都不给，想屁吃呢！这么明显的提示还看不懂呢？陆真真，主子刚给了你300两，刚才你就赢了1000两，还不够啊？300两是整接，那1000两是我自己赚的。莫首领，我看你也不是很想跟你主子排忧解难呢。哎。这是我攒了好几年的老婆本，准备娶媳妇儿用的，全给你。说什么办法？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薛华假死变真死。这七皇子不是找个替身假死再嫁祸吗？如果变成真死呢？是什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不是，你就这一句话就把我的老婆本骗走了？如果我说让七皇子真死呢？不是，你疯了吧？你这样不止救不了小乞丐，我家主子和国公府都得被你拉下水，死无葬身之地。真真，细说。这事儿啊，
主子，女院侯府出事了，我得回去救大小姐，这里你先稳住。车少爷，别管我，我保护两位小姐，我去。两位美人儿，别怕，赶紧动手，杀了他们！这是什么？真，快走，撤！走，我们快找地方躲。呀！陛下，薛老夫人和二皇子合谋，为隐藏府上奶娘之事，从密道引山匪入府，屠杀侯府满门。薛老夫人在逃的途中被我们抓获了。荒唐！老二岂会因为一桩风流韵事灭了侯府满门？请陛下明察。陛下，灭门之事骇人听闻，还请陛下严惩。薛老夫人，你来说，宁远侯府在与不在，就看你了。这会儿老皇帝怕不是在心里给二皇子鼓掌，这意思是要老夫人顶罪，把二皇子推出去了。幸好我早有准备，拿捏住他的软肋。念华，哎呀，大势已去，二皇子不会放过我的。但是只要念华活着，一切就还有希望。陛下，老臣并非和二皇子合谋，是老臣发现二皇子养私婢，这才惹来灭门之祸呀！放肆！竟敢构陷皇子！陛下若是不信，可以顺着宁远侯府的密道到院子一查便知。那院子的密室暗道里藏着一件龙袍。不过这会儿想必二皇子听到风声，早就逃了。妙啊！皇帝最在意的就是皇子觊觎他的皇位了。来人，速传那逆子进宫！陛下，二皇子逃了。晚秋，有人来看你了。念华，你来了！我就知道，只要你去说，老夫人肯定会救我的。毕竟你可是宁远侯府唯一的血脉了。您还不知道吧？二皇子为了掩盖和你的事情，与老夫人合谋，几乎灭了侯府满门。那苏宁言那个贱人是不是也死了？夫人还活着，老夫人已经被抓了。那个贱人怎么还不死？是谁让你来的？是不是老夫人？老夫人让我给你带句话，别乱说话。想想你乡下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还有襁褓中的侄子。这件事只有你知道。念华，你到底来做什么？娘，只要娘你死了，就永远没人知道我是私生子。我可是你娘啊！你不是说都是为了我好吗？想想你的家人，娘这么聪明，肯定知道怎么办的。
不，念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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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当真废了本皇子的皇子之位，杀了我母妃和外族满门。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陛下最忌惮的，终究还是镇国公府。如若……好，我记得过几日就是镇国公夫人的寿宴，本皇子定会好好为你们送上一份厚礼。照你们这样说呀，珍珍这丫头身份还真是不简单，吩咐下去，今后镇国公府上下都要对我们的珍珍恭恭敬敬啊。母亲，要不您收珍珍为义女吧，这样我们和珍珍就是一家人了。不可。大哥，这多好啊，为何不可？就是这是个好主意，是吧？珍珍姐现在存了不少钱了吧？要不今晚就把大哥迷昏，在珍珍姐床上。大小姐，京兆府来报，晚秋在狱中自尽了。自尽？这怎么可能？他被抓进去之前，不是还说等着二皇子和薛老太婆去救他的吗？当然是白眼狼说了什么了。告诉林大人，晚秋之事事关二皇子密谋一案，死得蹊跷，让他严查探监人员。是。像这种白眼狼，还是不要养的好。黑脸世子还是有点用的。哼。珍珍呐，宁远侯府之事已经都解决了，李二狗之事，你看该怎么办？要想给二公子脱罪，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在牢里的时候，外面再死一个七皇子。六皇子现在明面上是镇国公府的人，二皇子在逃，哪杀七皇子的事情，只能再次辛苦二皇子啦。正好找个机会试试那个锁魂咒。母亲，渊儿，你有何事？最近府中风波不断，不管是大姐夫先去，宁远侯府差点被人谋害，还是二姐名声受损，都太过晦气。过几日就是母亲的生辰，不如咱们借这个由头办一场盛宴，到时候多请些宾客来，热闹热闹，如何？正好趁我办生辰宴，我向京中的各家宣布，珍珍呐，就是我新收的义女，以后她也是我镇国公府的二小姐啊。珍珍姐，那以后我可以叫你二姐了。二姐，你想要什么宝贝，都去我库房里挑呗。那从今往后，我得叫你二妹了。我库房里东西你也随便挑，只要你喜欢。母亲居然这么看重这身份低微的丫头。听说宁远侯府那老太婆的事儿，就是这个陆珍珍坏的。得想个办法，在宴会那天将这个碍事的支走，免得我的计划节外生枝。苏南渊这混蛋，居然想趁着宴会人多眼杂，给二小姐下药，再当众抓二小姐和七皇子的奸，这样七皇子再也与皇位无缘。母亲，
大哥、大姐、二姐，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呀？就算我知道他是六皇子，是皇上安排的眼线，可这10多年，国公府从未亏待过他。倩儿和他一同长大，他怎么下得去手啊？母亲只是感慨，渊儿从一个小小的人儿，已经长成了孝顺的少年郎了。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吧。当真？以我这些事不是都由大哥来办吗？而且大姐、二姐也在这儿，我去办的话，是黑心肝的，还怕沾了手，到时出事不好在老皇帝面前甩责任呢。可他不知道，老皇帝派暗卫不只是保护他，重点是监视他的吗？就他这脑仁，还想当太子？唉。大哥不是还要调查那假冒七皇子的贼人被杀一案吗？我和三妹又刚刚受了惊，二弟你就心疼心疼我们吧，辛苦了。大姐，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辛苦之类的话。既然如此，那我就去办了。去吧，不要太累着，有不懂的，让方嬷嬷帮衬你。是，母亲。哎呀，老六不愧是镇国公府养大的白眼狼，他与老二联手都没弄垮镇国公，还折了老二，就凭他也敢算计老七，正好镇国公北荒大捷设宴，到时朕趁机赐个婚，将镇国公府与老七绑在一块儿，岂不是比李太傅那个女儿要强上万倍吗？陛下圣明。哼。祝老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好，珍珍呐，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珍珍就是我收的义女。从今往后，她就是我镇国公府的二小姐。此乃千里江山图，祝老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好，发财了，发财了！母亲，我去就回。好。祝老夫人长命百岁。好。我祝老夫人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哎呦，谢谢谢谢。哦。大家都快入席吧！啊，三妹呢？哎，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坐着呢吗？哎，这个倩儿跑哪儿去了？老夫人恕罪，奴婢经过藏书阁，看见三小姐和七皇子一身不正。啊，不是，老夫人饶命，饶命啊！母亲。三姐的清誉不能再有损伤，赌不如输。我相信三姐的品行，要不然我就带大家一起去藏书阁看看，为三姐证明清白。二弟果真是为三妹考虑？当然，清者自清，我们都相信三姐。大姐，要不一起去看看？倩儿是镇国公府的嫡女。就凭一个小丫鬟胡言乱语，就能毁了她的品行吗？
这是要将我镇国公府置于何地呀？皇上驾到！叩见陛下。免礼。朕就是随老七一道过来看看热闹，结果这才刚入府，老七却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南渊，你与老七交好，你可知老七去哪儿了？回禀陛下，刚才有人看见七皇子与舍妹进了藏书阁。哦，镇国公府还有藏书阁？那好啊，诸位，随朕一道去看看吧。如果当真是苏三小姐和七皇子，可如何是好啊？陛下，请看在我父亲镇守北荒多年、为国尽忠的份上，留给我们镇国公府最后一点体面吧。大姐，陛下要看就让看吧，莫不是大姐不信任三姐，以为……来人呐，把这门给朕推开！陛下不要，不要！只要推开这门，镇国公府这个嫡女就和老七绑死了。等老七坐稳江山后，这镇国公府也就不必存在了。哼！父皇，救我！老七，二哥，他疯了！父皇救我！父皇，父皇，老二，老二不要！护驾，护驾！老皇帝丧心病狂，换人亲子，还给李二狗下了锁魂咒，陷害人家杀人，父债子偿，一报还一报，就还在你身上吧。去吧。走。二皇子疯了，杀了七皇子，大家快跑呀！上次假扮成七皇子那个贼人也是被二皇子杀的。对，要的就是这把刀。护驾！护驾！护驾！老二杀了老七，这比抓奸好啊！千诛恶言，这天下是我的了！哎，快护驾！陛下，臣来护驾！哎呀，要现在机会来了，太子之位是我的了！正愁你背着镇国公府二公子的名头，早弄死你！老二，不要啊！父皇，老六啊！陛下，我来救你！不能留下扎针的痕迹，就得打得他血肉模糊。陛下，臣救驾来迟，还请恕罪。父皇，你好狠的心，诛我母妃，灭我外族满门。
陛下，二皇子轰了！陛下，七殿下，他轰了！漏气呀，漏气！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世子救驾有功，封护国大将军；镇国公二小姐陆珍珍救驾有功，身负玄功，封护国国师。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气运加身，伤都快好了。果然还得是国运龙气最旺啊！年华呢？他为了不让自己外世子的身份被泄露，去牢房看望晚秋，劝他自尽。监赵府查晚秋之死，却抓了他。他以为自己外世子身份暴露，不敢回宁远侯府，在外游荡偷人东西的时候被打断了腿，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破庙自生自灭呢。你来不就是想问我是怎么知道玉守宗的？那天我看见那么多的老鼠，我就知道你是玉守宗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会上界的办法。只要你救我，救年华。你错了，我只是来替大小姐看看你是怎么死的。